Hello，大家好，我是小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实在是非常重要，也是我在今年过年去医院遇到的故事。我因为日本的天气太干，所以我就常常一直喝水，一天喝就是快要3000cc，但是一定是2000cc以上。所以我去上厕所的频率比换卫生棉的频率还要高，而且有时候我发现我可能那1个小时之内我都没有尿，然后我又再去上一次，就表示我上一次尿是没有尿完的。所以我回台湾，我就很担心，我就去看医生。可是看医生的时候呢，他就是想要验我的子宫有没有压到膀胱，所以他就要做那个 vaginal ultrasonic， 那个要怎么讲？那个要插进去，阴道插进去阴道里面阴道超音波。对，如果你有性行为的话，就是要做阴道超音波；如果你没有性行为的话，就是做那个腹部的超音波就可以了。今天我没有要就是 blame 任何人，我没有要说医生啊，因为那医生真的是超级温柔、超级体贴。他即便他的门诊有超多人，他可能看到我就是有点紧张，第一次去妇产科，他最后还是很有耐心的，就是问我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哦。护士他们也非常的有耐心，只是当护士问我说你有没有过性行为的时候，我就说有，但是不是跟阴茎。我当然知道女同志的性行为就是性行为，好吗？基本上就是你今天就算没有插或是干嘛，男同志跟女生的性行为就是性行为，所以这一点我知道，我很骄傲，就是我有就是知道我这个算是性行为，你知道吗？你今天就算不管是只有就是how do you say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scissoring， 怎么那怎么讲？就是这个剪刀手，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如果你只有阴道跟阴道的膜，然后没有插入的话，或是你今天只是手指头的话，性行为就是你今天觉得你有性行为，你就是有性行为。你今天觉得你跟这个人，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影片有讲过，性行为 it's not just about penetration， 不只是插入，是整个你知道你的情绪，你觉得你的身体跟这个人在结合，然后你觉得你感受这个人在珍惜你的身体什么那一些的好。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反正我就知道我有性行为，但是不是跟阴茎。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是要做阴道超音波，我就傻眼。OK， 好吧，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插在哪里，你知道吗？结果我觉得我的第一次就是给了阴道超音波，干 ，Oh my god！ 我做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流，然后就是不是很湿或者水或者什么的，很痛。超痛，而且我那时候就是整个身体，他那个东西那个棒子一进来，然后我就超痛，痛到完全没办法动。超音波师可能都想说奇怪，他怎么这么痛？然后还说我屁股放下来会比较不痛，可是我当时已经痛到身体没有办法动，我真的是超痛，有史以来没有这么痛过。后来做完之后，我就先去跑了几个东西，就是办手续或者什么的。然后去厕所去看，就是发现有那种血丝跑出来。擦完之后，我又再继续就是回去门诊或者干什么，然后发现就是我的子宫没有压到我膀胱，什么都很 OK。我又再回去厕所，就还是在擦，还是有血丝。结果后来我回到家，大概在1个多小时之后，我又再去上厕所，我就发现又有就是大概那种可能10cc 的血。天哪！所以是有点开心，可能我的社会所谓说的真正的第一次是给了一个机器 ，you know， maybe it's because I'm a 科学家或 scientist， so I'm actually kind of glad， but like 那个真的是痛不欲生。然后我真的有点后悔，就是我应该要做腹部超音波的，干嘛要做那一个？真的是超痛的。之后我就一直在网络上找很多，其实我去之前就有在找同志友善医疗超音波，我只找到一个同志什么医疗手册。里面只有讲到2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医生他在呼吁，就是妇产科的医生要怎么样同志友善的问诊。第二个是一个男同志，他去看泌尿科的时候，第一个医生就是非常不同志友善。第一个医生一听到他是男同志，但是他说他从来都没有阴茎插入过，那个医生都没有问他有没有安全性行为，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验艾滋，真的是超级 ignorant and rude，like。Didn't you study like fucking 7 years？ 有时候人读很多书，他们大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跟我没有啦。好，这个玩笑不好笑。最后就是我需要一个清单，你知道吗？我是有看到同志咨热线有一个信箱，假设你有这一些医疗经历的话，就是可以去写信跟他们分享你的经验。但是我今天需要一个 list， 不是说我要就是知道哪一个医生就是歧视人，就是很没礼貌，因为说不定他们以后会改变。但是我需要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在当别人榜样了，已经做得很好的医生，才可以知道说去看这个医生，我可以跟他出柜，我是很安心的。所以假设今天第一次就是我要问我的观众，如果你有去看妇产科，
然后你是有跟医生出柜，然后他是很 OK 很支持或是很让你放心的，如果你愿意在下面留言的话，我求你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想要匿名的话，可以私讯我的脸书专页，然后我可以分享给大家，或是我不知道就是台湾有没有哪一个就是团体已经做了类似这样的调查，因为我自己也上了 PTT， 就是找一些类似的资源，我也找不到，可能我就是不是 PTT 那个年代的，我真的很不会用 PTT， 然后我也没有在用Dcard，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个议题是需要大家一起分享资源的，拜托拜托，请支持2号小R，没有。拜托，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分享资源在下面。然后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如果你今天有不舒服的经历或者不开心的经历，也可以分享，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些资源，然后一起支持彼此。那我们就下次见。